早上醒来，打开新闻，屏幕上赫然跳出一行大字：美国对台湾祭出20%关税。你是不是瞬间觉得心跳漏了一拍，像是被谁在背后猛拍了一掌？这不是小事啊，朋友们。2025年8月1号，星期五，整个台湾岛像是被一股无形的低气压笼罩，空气里弥漫着不安和疑惑。川普这把关税大刀挥得又快又狠，偏偏砍中了我们台湾。而且这20%的税率，比起日本、韩国的15%，硬是多了5个百分点。这5%可不是小数目，简直像是在你我荷包上狠狠划了一刀。这里是意识觉醒，记得按赞、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。更别提东南亚的邻居们，菲律宾、泰国、印尼税率才19%，就连越南也跟我们一样是20%。这感觉就像是全班考试，你的分数不是倒数第一，但也绝不是前几名，偏偏还被老师点名批评，心情能好吗？更让人揪心的是，这关税就像一颗定时炸弹，随时可能炸得台湾的出口产业措手不及，尤其是那些苦哈哈的传统产业，像是做螺丝、纺织、塑胶的中小企业，日子本来就不好过，现在更是雪上加霜。难道台湾真要在这场全球贸易大战里，成了被推出去挡枪的倒霉棋子？就在大家人心惶惶，准备抱头痛哭的时候，剧情突然来了个180度大反转。就在我敲下这些字的瞬间，台湾总统府抛出一颗震撼弹，这20%的关税竟然只是暂时性的。什么暂时性？这话一出，像是给整个市场打了一针强心剂。总统赖清德亲自出马，拍胸脯说，这税率还有得谈，绝对不是板上钉钉的死刑判决。消息一传开，股市那根绿油油的 K 线好像都抖了一下，像是看到了回春的希望。朋友们，这背后的故事可不简单。川普这家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？20%的关税是真要搞我们，还是只是放个烟雾弹，逼台湾赶紧上谈判桌？这期节目，我们就来扒一扒这场关税审判日的来龙去脉，带你看清国际贸易这场大戏的幕后推手，以及它会怎么揪住你我的钱包，影响我们的未来。先来说说这20%关税的来头。川普这老兄从今年4月就放了大招，签下第14257号行政命令，摆明把美国的贸易逆差当成国家安全威胁来处理。这可不是说着玩的，等于给美国政府开了绿灯，任何贸易政策都可以名正言顺地往狠里整。结果呢，这次关税公告不是川普随手在 Truth Social 上发个牢骚，而是正儿八经的通过白宫新闻稿公布。附件一摊开，密密麻麻列了一堆国家的税率，台湾赫然在列。20%，这数字什么概念？我们来比比看，印度25%，伊拉克35%，缅甸、老挝更是高达40%。乍看之下，台湾这20%好像还算温柔，但别高兴太早，真正的对手是日本和韩国，他们只被收15%。这5%的差距，在国际贸易里简直就是天堂和地狱的距离。更别提东南亚那些国家，菲律宾、泰国、印尼、马来西亚，通通19%，比我们少1%。你说这1%有什么了不起？嘿，兄弟，这1%可能就是订单的生死线。菲律宾是东盟的制造基地，泰国是汽车零件的重镇，印尼更别提，新兴制造业势头正猛。台湾的传统产业，像是纺织、塑胶、机械，靠的就是跟这些国家硬碰硬。
这多出来的1%关税，等于在人家起跑线前放了个加速器，咱却背了个沙袋。更要命的是，川普这次给的缓冲期短得离谱。从8月1号开始，只要你的货还没上船，就得按新税率算。以前那种赶在死线前出货，钻就税率空子的招数，这次是彻底没戏了。市场上一片哀嚎，厂商们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。订单还没谈好，成本却已经开始飙升。但你以为这就完了？不，事情还有转机。就在大家准备认命的时候，赖总统的声明像一道曙光，照亮了黑暗。20%是暂时性的，意思是台美双方还没谈完。华府的谈判桌上，台湾团队还在跟美国人磨嘴皮子。只要后续能达成协议，这税率还有下调的可能，甚至可能逼近日韩的15%。这消息一出，股市的小心脏总算缓过来了点。投资人也不用急着抛股票，免得卖在谷底，哭都来不及。赖总统还透露，这20%比之前传闻的32%已经降了12%，这降幅比日韩还大。说明什么？说明台湾在谈判桌上没完全吃瘪，至少争取到了一点喘息空间。不过，朋友们，我们可不能光顾着乐观。关税这事儿背后藏着更大的国际博弈。川普这次的关税大战，摆明了是要重塑全球贸易版图，把盟友和对手重新洗牌。我们来看看这张关税地图，北美兄弟加拿大和墨西哥，因为有北美自贸协定护体，大部分产品税率低得让人眼红，但加拿大有些非协定产品也被收了35%，这叫精准打击。而头号对手中国直接被干到55%，基础关税30%，再加上贸易战时期的25%，几乎是把中国货挡在门外。其他国家呢？德国15%，英国10%，越南20%，印度25%，台湾这20%，在全球光谱里不算最惨，但比起日韩的15%，还是让人有点不是滋味。更耐人寻味的是，川普对金砖4国巴西、俄罗斯、印度、中国下手特别狠。巴西50%，俄罗斯100%，中国55%，印度25%，几乎是把这些新兴经济体的贸易优势打得稀巴烂。这逻辑很简单，你是美国盟友，得交点保护费，但要是被列为敌对国家，抱歉，关税直接翻倍，跪着唱征服吧。所以，台湾这20%税率，往好了说，是盟友的优惠价。比起金砖4国的惨状，我们还算有点面子。可往坏了想，这5%的差距，足以让台湾的传统产业在国际市场上吃瘪，尤其是那些螺丝、螺帽、纺织、塑胶制品的小厂，利润本来就薄得像纸，20%关税一压，可能连喘气的机会都没了。更别提川普还有个杀手锏，232条款，专门针对汽车和零组件的关税。日本和韩国这次谈判，硬是把汽车关税也一并降下来了，台湾却还在等消息。如果我们的汽车零件产业也能搭上这班车，拿到豁免或降税，那可真是烧高香了。说到这儿，我们得把镜头拉远，看看川普这波关税的终极目标。他可不是乱挥大刀，这家伙的算盘打得精着呢。他昨天签了个行政命令，针对铜半成品、铜管、铜线缆等产品，统统收50%重税，但铜矿石、废铜这些原材料完全免税。这什么意思？川普在说，我不要你的半成品来美国组装，我要你把整个生产线搬到美国来。这招狠啊！一方面逼制造业回流美国，另一方面避免对所有东西都征税，免得国内物价飞涨。结果呢，
美国财政部乐开了花，2025年关税收入预计高达2660亿美金，年底可能冲到3000亿。这笔钱够美国政府补贴自家产业，还能填补点财政窟窿。川普这算盘，简直是把贸易战完成了经济战。但朋友们，外部的挑战讲完了，我们得回头看看台湾自己的家底。别看上半年经济数据亮眼，出口年增34%，经济成长率7.96%，在发达经济体里简直是非人不二特。可这繁荣背后藏着大隐患，为什么？因为这34%的出口暴增，全靠全球厂商上半年疯狂囤货，怕关税落地后成本飙升。这就像你知道超市要涨价，赶紧把货架上的泡面扫光，可总不能天天吃泡面吧？现在关税靴子落地，囤货的理由没了，接下来就是真实需求的考验。台经院的数据已经拉响警报，6月制造业景气灯号连亮2个月蓝灯，代表收缩。从食品、纺织、皮革到石化、金属机械，全线拉警报。连喝酒的人都少了，酒类消费连续4个月亮蓝灯，唯一还撑得住的只有半导体和 AI 相关的电子产业。靠着台积电这棵大树，硬是把台股撑在高位。可这繁荣分明是冰火两重天，一边是台积电、联发科这些科技巨头，员工年薪中位数动辄300多万台币，年增15%到20%，100万美元富翁人数5年内预计翻倍，科技新贵们赚得盆满钵满。另一边，餐饮、零售、保全这些服务业，月薪可能还不到3万，工资10年如一日。台湾的经济正在撕裂 AI 和非 AI 产业的鸿沟，富人和普通劳工的薪资落差越来越像一道无法跨越的峡谷，更别提无薪假人数连涨6个月，厂家从80家激增到180家，传统产业的中小企业已经在生死线上挣扎。面对这内外夹击，政府该怎么办？行政院已经推了个880亿的出口供应链支持计划，利息减免，研发抵扣，听着挺美。可对那些订单都没了的小厂来说，这点钱不过是杯水车薪。央行那边货币政策能不能再宽松点，让台币稍微贬值，给出口商点喘息空间？说实话，可能性不大，毕竟通膨的压力也不是闹着玩的。但好消息是，半导体产业依然缺工，机械装配员、制程工程师的年薪涨幅高达19%，只要你选对赛道，机会还是大把的。朋友们，写到这儿，我得跟大家掏心窝子说一句，我们正站在景气的拐点上，这不是世界末日。经济周期3到4年转一次，22年的库存调整，18年的贸易战，我们都挺过来了。可对普通劳工和传统产业来说，这波冲击可能真会让日子不好过。投资人呢，别老盯着川普的每句话瞎猜，搞得自己晕头转向。就像有个笑话说的，有个爸爸送儿子去夏令营，回来儿子问：爸，我到底从哪儿来的？爸爸紧张地从精子、卵子讲到小鸡鸡，结果儿子一脸懵：爸，同学说他是屏东来的。哈哈，咱别想太多，守住自己的投资哲学，看清景气信号，别被短期的恐慌冲昏头。这场关税大战，台湾暂时在谈判桌上保住了一线生机，但内部的景气回落已经悄悄吹响号角。政府得赶紧出手刺激经济，投资人也要找准时机，普通人更得捂紧荷包，准备过冬。你觉得台湾最后能把税率压到多少？跟日韩一样15%，还是比20%低一点？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吧。如果觉得这期分析让你茅塞顿开，点个赞支持一下，我们下期再接着聊。